真的太好了，父亲决定为男孩和小雪建造新房，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。爸爸的付出和劳作将会给孩子们带来家庭的温暖。父亲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好男人，他通过实际行动告诉兄妹两人父爱也可以很伟大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男孩和小雪兄妹两人的大山生活纪录片。天亮了，阳光明媚，温暖而明亮，花朵亮丽。此时的男人已经起床。昨天爸爸送兄妹两人去上学的事情感动了所有人，爸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做事非常到位，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予孩子们安全感，勇于承担父亲的责任，从不退缩。这样优秀的男人也会成为孩子们的榜样。男人起床后便开始清理废弃小屋周边的杂草，原本以为父亲只是在大山里寻找资源呢，没想到他竟然拿起铁锹开始挖掘泥土。父亲想为孩子们做点事，补偿对孩子们的愧疚。常年在外的他无法让兄妹两人体会到家的温暖，于是今天决定为孩子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这是父亲对兄妹两人的爱，也是责任。父亲的举动再一次打动了所有人。不过建房的工作还是比较复杂的，男人开始筹划木屋的设计和搭建工作。他先用铁锹把地基挖平整，地基的平整度非常重要，直接关系到房屋的主体结构。出点差错，那就是人命关天了。尤其是大山里的土质比较松软，父亲对于建房的细致工作肯定到位，毕竟这是为以后的家园而考虑。父亲付出了大量的汗水和努力，把泥土一下下卖力地铲到边上。两个孩子多亏了有父亲在身边，这个新房可能是一个温馨的家，一个安全的栖息地。爸爸的付出和劳作将会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或未来的希望。建造房屋这样的体力活还得是男人来做，不仅效率上有所提高，在体力上男人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。经过不断的努力，父亲终于把地面处理结束。随后他带上工具前往大山里的竹子林。大山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，他选用当地的天然材料，那就是竹子。因为竹子天然环保、坚韧耐用，而且在当地山区极为丰富，说不上漫山遍野，那也是非常之多。这种竹子非常粗壮、结实耐用，由于没人帮助，父亲也只能自己一趟趟搬运竹子了。随后就开始处理竹子的尾部。父亲利用柴刀将竹子凹凸不平的部分切除，这也是一项体力活，需要花费足够的劲道才能切断竹子。从这些劳动中不难看出，父亲也是吃过苦的人，在大山里想要生存，免不了吃苦耐劳的精神。父亲把每根竹子削去多余的部分，修整成合适的相同尺寸。搭建房子肯定要做到材料的尺寸相同。紧接着，父亲就开始将每根竹子的头部切成特殊凹槽形状，为了方便竹子与竹子之间形成吻合固定。有很多家人们肯定要问了，为什么不搭建水泥房子呢？那样冬天还不会感觉寒冷。当地人使用竹子搭建房子的很多，竹屋的特点非常多，环保可持续，轻质且强度高，成本低廉，耐久使用。在当地气温是比较高的，你看他们经常穿着拖鞋行走，不管到哪都是一目了然地穿着拖鞋，没有一双拖鞋解决不了的问题。经过不断的努力下，父亲已经把那些竹子处理完成，然后拿着一根长竹竿作为测量工具。父亲也是很聪明，不得不佩服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当位置测量完毕后，就开始标记点位，随后就又要开始挖掘工作了。父亲拿上专业的挖坑工具，土坑一定要挖得够深，这样才能保证房子的稳定性。父亲卖力地挖掘土坑，为了让孩子们住上温馨而舒适的小屋，他也愿意去努力付出。随着一个个小坑挖掘完毕，父亲拿起制作好的柱子挨个放入其中，房子的地基基建形状也差不多出来了。紧接着要做房屋基础搭建工作了，看似非常简单，实则一点也不容易，关键是要住得安全。父亲找来细小的竹子搭建在上面，竹子的密度虽然比木材小，但强度很高，抗压和抗拉性能好。竹子建筑可以减轻建筑物的重量，
同时保证建筑物的强度和稳定性。然后要开始填土工作了，把地基的小坑全部装满泥土，保障稳定性，不然地基摇摇晃晃的肯定不安全。看来这次父亲的努力付出确实是为了孩子们着想，只要能够为孩子们付出，再怎么辛苦劳累也是值得的。此时的父亲已经很累很渴，他来到小屋喝点山泉水解解渴。他想到了2个孩子，想到了他们相聚的那一刻，他的双手沾满了泥土和汗水，但心中却充满了满足和喜悦。父亲非常疲惫，他放下搭建新家的工作，准备去看一下孩子们。父亲很想念孩子们，经过长途跋涉，父亲来到了附近的村落。他进了一家商店，为孩子们买了一些礼物，带着购买的礼物前往学校看望孩子们。毕竟已经1天没有见到孩子们了，他非常想念。这时的父亲已经来到了学校的宿舍，见到兄妹2人的那一刻，他内心充满了喜悦感。男孩和小雪也感到非常意外，没想到父亲会过来探望他们。缺少了关爱和呵护的2人非常感动，这才是亲情，温暖而甜蜜。父亲只希望孩子们健康快乐，茁壮成长。爸爸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支柱，更是情感上的依靠。祝愿一家3口幸福快乐，和和睦睦。太好了！父亲为孩子建造新房子的感人故事感动万千网友。这位父亲的做法值得我们称赞，虽然家境贫困，但对孩子们的爱却是无尽的。从父亲回来后第1天起，他意识到现有的简陋小屋已经无法满足孩子们的生活需要，于是他决定动手为兄妹2人建造一座崭新的房子。尽管他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但他心怀对孩子的深深歉意，义无反顾地展开了第2天建房工程。虽然工作没人帮助，一个人建造有些劳累，但他并没有放弃。经过昨天1天的努力，整体的框架差不多已经形成，也不知流了多少汗水。父亲开始进行绑扎工作，把竹竿的整体框架稳固。这样一来，房子的整体结构就稳定下来了。由于没有特殊的工具，他也只能使用最原始的办法。父亲做每一步都很细致，不但要保证孩子们住的安全，还需要美观度。父亲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建筑训练，但他在建造房子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和技术。他在山野中寻找最适合的材料，精心的搭建，确保每一个角落都完美无缺。小屋附近已经没有材料可用了，父亲带上柴刀，准备去周边的竹林看看。大山里的风景确实不错，在大山深处，青翠的树林，茂密的绿植，一切仿佛沉浸在宁静的祥和之中。随着时间慢慢流逝，父亲已经收集了很多竹子回来。此时的山间已经下起了大雨，父亲的身上每一处都浸湿了，可他依旧没有停止工作，继续前往树林劳作。勤劳的男人最有魅力，他们总是默默付出，为了家人和事业奋斗。他全力以赴的样子让人不得不佩服，只为孩子们有个温馨甜蜜的新家。很快，雷阵雨已经停止了，父亲没有停歇，反而加快了进度。毕竟再来一阵雨，谁也说不准。他把所有的竹子切成小段，建造房屋需要相同的尺寸，一口气直接把竹子全部切割成等同长度。紧接着开始将很长的竹竿分割成2半，然后开始慢慢再次切割处理。建造房子所需的竹子很多，这些远远不够，父亲也只一步步来。这样的体力活对于男性还算友好，要是让孩子们来做的话，肯定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。毕竟父亲的年纪和经验肯定要高于2个孩子。等所有工序都准备完成后，父亲爬上了新房的框架，开始搭建屋顶和房檐。他将竹竿卡在房顶上，而且作为房檐的竹竿上有很小的孔口，父亲直接用竹条卡在上面，这样房檐上的竹竿就不至于不稳固了，而且是相当稳定。一般人也就是用竹竿搭建在上面，拿竹条缠绕住，没想到父亲的做法更加稳固安全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操作确实想得非常周到。
搭建好屋檐骨架后，开始加固屋檐。他选取了比较柔韧的竹片制作屋顶的横向骨架，牢固地连接在一起，确保竹架结构稳固可靠。光这些细节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实实在在用来住人的房子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绑扎横向竹条需要有耐心，确保每一根竹条都能稳稳地固定在纵向竹条上面。光这工作要是没有一点基础的人还真做不来，关键是不知道如何操作才能更加安全和可靠。随意搭建的话就换来得不偿失。父亲不断地调整，直到满意为止。他将篾条交叉绑扎，整个过程虽然有些枯燥，但是心里却是美滋滋的。只要能为孩子们付出，做这些辛苦的工作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竹屋的屋檐框架慢慢完工，为了做到极致完美，父亲把屋檐多余的部分用小锯刀切断，这样的效果令人非常满意。其实不切断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屋檐的效果就是起到处理雨水和遮阳作用，这样看上去简直太完美了，真心不容易。此次的材料全部用完，父亲不得不再次前往大山寻找可用材料。父亲带着柴刀来到大山，把棕榈叶子将其切断，看来这是要做屋檐的挡雨工作了。父亲仔细地查看着叶子的大小，因为屋檐挡雨需要大量的合适叶子，棕榈叶是一种常见且具有天然防水性的材料，非常适合用来做屋檐挡雨。应该有很多家人们看到过，竹屋的屋檐设计大多数是来自棕榈叶挡雨，这也是天然的材料。首先要收集完整的棕榈叶，将棕榈叶一个个绑扎在小屋的屋檐结构上，覆盖整个屋檐区域。此时的父亲已经收集了很多棕榈叶，然后整齐地叠在一起，这样也方便运回去。为了方便一次性运回去很多，父亲将棕榈叶全部绑扎在一起。毕竟是一个人在工作，效率是第一位，来回搬运肯定会耗费过多的体力。也就在父亲搬运第二趟棕榈叶时，路上遇到2个孩子放学回来了。父亲和孩子们在路边打着招呼，眼前的天空湛蓝，阳光明媚，花朵绚丽，大山里的风景迷人。孩子们放下书包，随同父亲一起去帮忙。父子间的默契无需言语，一个眼神便能相互理解。孩子们非常乐意帮助父亲，父亲回归后的表现也让孩子们体会到了缺失的爱，父爱如山，情深意重。孩子们帮父亲把棕榈叶带了回来，由于孩子们的帮忙，父亲的劳累也得以缓解。兄妹2人共同帮助父亲一起干活，3人之间其乐融融，这才是一个温馨的家。显然孩子们干活没有父亲快，但是他们也参与其中。父亲只是默默地付出着，可能不善于表达，但正因为这种默默付出，给予孩子温暖，尽力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温暖的家。可能是小雪累坏了，她居然躺下睡着了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有哥哥在帮忙就足够了。此时的哥哥也累得够呛，2人在小屋里休息着，父亲不辞劳累，一个人在外面卖力的工作，看似工作量不大，实则很累，就连下雨都没有停下来休息。总之，父亲在家庭中的付出是不可替代的，他所做的一切都在让家庭更加幸福。那么父亲何时才能搭建好这个新家呢？小屋的整体框架结构基本完成，昨天父亲去山里准备了一些棕榈叶，竹屋的屋檐挡雨设计就需要棕榈叶来完成。接下来父亲开始搭建竹屋的挡雨工作，由于昨天已经全部准备就绪，早上起来他将棕榈叶子全部送到了小屋屋顶，这也是一项技术活，直接影响到小屋今后的防水能力。父亲也是多才多艺，整个小屋的搭建工作全程都由一人完成，进度已经非常之快了，一天一个大变样。今天是父亲搭建竹屋的第3天，兄妹2人也随同父亲一起来到了屋顶，或许能为父亲减轻一些负担，协助父亲帮忙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小雪妹妹就只能看着哥哥和父亲一起劳作了，毕竟孩子还小，搭建房子的工作无法胜任，有哥哥在一旁协助帮忙就可以了。哥哥也是个乖巧能干的孩子，父亲在一头绑扎棕榈叶，哥哥在另外一头，两人默契配合。山里的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那是没话说。今天的任务就是将屋顶制作完工，父亲的效率非常快，将棕榈叶一个个绑扎在竹制的屋檐结构上，覆盖整个屋檐区域。叶子之间要留出适当的重叠部分，以确保雨水不会渗透进屋内。哥哥也不甘示弱，这样的工作他肯定也干过，要不然无法胜任这份工作。万一没有绑扎到位，屋顶漏水可是件麻烦事。小雪实在无聊，于是她拿起柴刀在劈砍着木头玩耍。山里也没有玩具让她玩耍。哥哥则在一旁辅助父亲，帮忙递送一些材料。哥哥本想着上去帮助父亲一起工作的，但是被爸爸拒绝了。父亲不舍得让孩子受苦，最后的绑扎工作还是由父亲来完成。这些细致的工作不能过于着急。肯定有很多小伙伴就要问了，棕榈叶真能防住雨水进屋？别小看这样的操作，在当地的山区这样的搭建方式非常流行。这样的屋顶不仅轻巧，而且能够有效地阻挡雨水。为了有效地防止雨水渗入，棕榈叶之间有一定的重叠，以确保整个屋顶表面都被覆盖到，必须层层覆盖到位。两个孩子在小屋底下一起玩耍，哥哥无聊地削起木头，他对妹妹说：“我要给你制作一个玩具。”兄妹两人有说有笑。小雪非常期待哥哥的玩具，孩子们的童年就该这样，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他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天赋和兴趣，无忧无虑，充满了纯真和欢乐。哥哥给他削了一个玩具，两人欢声笑语，尽情地玩耍。哥哥给小雪制作了一个陀螺，由于小雪不会使用，哥哥一直在做示范，虽然妹妹使用不当，但小雪玩得非常开心。两人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两人似乎忘记了大山的艰苦生活。小时候我们也玩过这样的玩具，都是由家里的父亲自己亲手制作的，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。父亲一人还在屋顶辛苦的工作。男孩非常懂事，喜欢帮助父亲一起干活，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。妹妹在边上玩起了陀螺，哥哥拿着柴刀把需要修剪多余的叶片切断，使屋顶看起来更整洁，同时确保棕榈叶完全覆盖并且牢固固定在屋架上。男孩通过帮助父亲，他也能学习到一些搭建的技术知识。父子两人齐心协力，一个在上面绑扎棕榈叶，一个在下面修建棕榈叶。通过男孩的修建，屋檐下方的叶子变得格外整洁。男孩也是很用心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。此时的小雪也停止了玩耍，帮助哥哥把地上切断的叶子丢弃掉。这样的小事他也能完成。一家三口互相团结，总有幸福美好的那一天。父亲在上面呼喊男孩，他需要帮助。男孩义不容辞放下手工的工作，帮父亲递送棕榈叶。这样一来，干活的效率也就提高了，要不然一个人上下折返会消耗掉很长时间。原来父亲在竹屋的上面覆盖了几层棕榈叶，难怪他们这样做能防住雨水。男孩继续回到小屋底下修剪多余的棕榈叶子。一个人的勤奋跟态度有着很大的联系，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，不论面对什么挑战，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承担。年仅10多岁的他有这样的主动性，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屋顶的工作马上要进入收尾，父亲需要男孩两人一起配合。男孩非常勇敢地爬上竹屋框架上，他需要在下面进行绑扎工作。父亲把粗线传递下来，然后男孩接过线头，把粗线进行绑扎稳固。男孩的屁股坐落在一根单独的竹子上线，非常佩服男孩的胆量，不仅要保证自己的安全，还要在上面进行工作。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终于大功告成。父亲来到了小屋下面，两个孩子开始清理着地上的叶子。由于没有扫把，他
他们也只能慢慢收集。一家三口共同努力，三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经过不断的努力，小屋内部的垃圾终于处理完毕。也就在这时突降大雨，难道是在验收父亲的挡雨效果吗？为了防止山区雨水滑落，父亲赶紧在小屋边上挖出一条渠道，就算没被雨水滴落湿透，也会被雨水蔓延开来，必须迅速挖出一条渠道出来，防止小屋下方的泥土被全部浸湿。父亲在卖力的挖掘工作，似乎在跟雨水抢时间。此时外面的雨水越来越大，两个孩子也非常着急，只有父亲那一把铲子，男孩回屋拿去了小铲子，帮助父亲一起挖掘。小雪也拿了工具过来帮忙。一家三口又再一次的互相协作，非常喜欢他们一家人的团结和凝聚力。大家一起劳动，克服困难。雨水也慢慢退去，三人来到了小屋，孩子们在写着作业和画画，父亲为孩子们做菜煮饭。多么温馨的一家三口！虽然目前的情况看上去苦不堪言，父子共同度过每一个快乐与挑战，相互扶持，彼此理解，不仅是他们的栖息之所，更是他们心灵相通的天地。尽管面临种种困难，通过三人的努力，一定会有幸福的那一天。父爱是深沉而温暖的，他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为子女铺设着通往幸福的道路。三人围坐在一起，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餐。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。今天的大山里还是一片雾气，感觉空气都是湿润润的，被雨水滋润的花朵显得非常美丽。昨天的一场大雨把山里的土地都浸湿了，父亲也是早早的起床了，他带上工具，准备前往大山寻找可用资源。今天是父亲搭建新家的第4天了，这些天里确实付出了勤劳的汗水，不努力怎么来新家的如此面貌呢？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，父亲从山林里收集了这么多的竹子，这都是一点一滴辛苦出来的。材料有了，现在开始实施今天的计划。父亲拿着一根细细的竹竿作为测量工具，他仔细测量了围挡需要覆盖的面积和高度，因为每一个框架的宽度不一样，当初也是大概测量了一下而已，今天可就不同了。安装围挡需要精确测量，并对每根竹子进行加工处理，保证其坚固耐用。经过一阵测量之后，父亲便开始搬运工作，把竹竿搬运到竹屋的地面上，这样等会方便测量核对。父亲首先拿上几根竹竿，把一整面的围挡做了粗加工，先把整体房屋的结构全部围挡起来。制作竹屋围挡需要细致耐心的工序，父亲认真地组装每根竹子绑扎工作，绑扎的材料也是使用天然的竹丝来完成，竹子的韧性和强度非常之高。这时的横向围挡全部完工，接下来就要开始制作竖向围挡了。父亲利用小锯刀将所有的竹子切割成一样的长度，把每根竹子的多余尾部进行平整处理。其实这样的活看似简单，实在非常累人。由于没有特殊工具的加持下，父亲一边手稳住竹子，另外一边则要锯断，双手都要牢牢地把控住力量。没点力量的人还真不容易把东西放在手里锯断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眼前的一堆竹子全部被父亲锯成同等长度，马上就要开始新的工作了。父亲拿着柴刀把坚固的竹子劈成2截，这需要花费更大的力量才能完成，难度也是相当之大。看似简单，实则一点也不容易。经过不停的努力下，地上堆满了2节的竹子片。这一堆竹子得耗费多少体力？竹子是一种坚固而灵活的材料，适合用来搭建围栏，可以起到隔离和保护的作用。在山区使用天然材料建成竹屋的很多，淳朴善良的山区居民一般都会使用这些材料，不费一定一锤就能建造出完美的小屋。不得不说，人的智慧是无限大的，只
只要你能想到就能做到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尤其是对天然材料的利用，这才是风土人情。没想到父亲继续在劈开竹子，把2节的竹子再次分成很多节。难道小屋的围挡是要靠编织出来吗？父亲默默无闻地在努力着，刚才的那多竹子变成了这么多小段的竹片，这工作量确实惊人。看来父亲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男人，做事成熟稳重。切割完所有竹片后，还需要做打磨处理，因为有很多节需要处理掉才能进行手工编织。他干活时的专注和认真，让人不禁为他而赞叹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如此优雅，充满了男性特有的魅力。如此之多的竹子在他的心里进行了多次处理，接下来的工作正是要慢工出细活了，把竹片一个个编织到位。而且男人使用了正反两用，使得中间的支架更加稳固，两边的竹片稳稳地夹住中间的主干竹片。他凭借多年的经验，精心设计出了简约大方、美观实用的围挡，在确保稳固性的前提下寻找最佳的拼接方式。父亲灵活运用了不同长度和直径的竹子，巧妙地构建起一道简约的围挡。在他的巧手下，竹屋一面围挡制作完成，然后便是以相同的方式制作剩余的3面围挡。在父亲心灵手巧下，围挡全部完成，甚至还制作了几个小小的门窗口，细心的精雕细琢制作每一处细节，不仅具有实用性，还蕴含着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执着。最终，一座精美的竹屋围挡在父亲的努力下完美呈现。接着开始固定竹屋的围挡，使其稳定地固定在竹屋的框架结构上。当我看到父亲制作的竹屋围挡成功时，不仅赞叹他的技艺和用心程度，而是对2个孩子的爱。最后，父亲要制作竹屋的大门，他用柴刀巧妙地在竹子上凿出小孔，然后用竹片固定住。父亲一直专注于工作，就连一口水都没有喝。他紧锁着眉头，坚定的眼神无一不体现出他对工作的专注。这样一个如此敬业的男人哪里找呢？他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属于整个家庭的美好，让生活变得更加和谐。这大门的设计简直堪称完美，真替2个孩子感到高兴，能有这样出色的父亲。那么父亲明天还会建造竹屋的工作吗？